近地网络热门文化现象。视频里的场面现在一般呢都来自浙江，尤其是金华一带的婺剧，再就是粤剧比较多。有个名字呢叫讨彩戏，也叫讨饭戏，就是剧团在演出的时候遇到剧情里有乞讨环节，跟台下观众产生了一个互动。那观众呢成为戏里的路人，向戏里的角色施舍财物。现在也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了。有些剧团呢会特意在一些戏中加入乞讨的环节，也有些请戏的东家会特意点讨彩戏。不过这个在戏里拿着二维码乞讨的操作，我是属实没想到。也算是与时俱进了吧。那关于讨饭戏，此前有人写文章批判过，认为这是对戏曲的不尊重，属于旧社会遗留的封建糟粕。不过呢，说这个话的人站的立场往往是主流戏曲界哈。我还记得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袁雪芬改良越剧。其实袁雪芬改良越剧是到了上海之后的事情。那当年在嵊州唱野台子的袁雪芬是绝没有能力去改良越剧的，他要考虑的是怎样用唱戏赚更多的钱养家。情况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民营剧团的情况是一样的。戏曲在成为艺术之前，首先它是一门手艺，养活人的手艺。我觉得这比它是艺术这个身份含金量要高得多了。那这种讨彩戏过去也叫打彩，属于古来有之，即便现在也不只是浙江才有啊。我见过的像湖北、江西一些地方戏的演出也同样存在。要是考究起来这还源自中国戏曲古来就有的观众参与。你戏曲它除了娱乐性之外，它还承担了一些祭祀的功能哈。尤其过去幕帘戏很多都是观众配合完成的。我此前讲过岳阳花鼓戏的大悲堂洗澡，你看那个戏就是借戏来除煞，类似那种演员扮下台，观众打上台的情节，民间戏曲里也是非常常见的。台上台下一起捉鬼除妖，特别热闹。相比之下，这2年刚开始实行的沉浸式戏曲真是弱爆了，那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这是另一个专题你们要有兴趣，咱们回头单做一期。那咱说回打彩那这个环节的设置也是为了增加互动。那作为请戏的东家，向来看戏的观众呢，彰显自己施舍的豪气和善良，同时还能上台过一把客串的戏瘾。而剧团和演员呢，借此增加了除了演出合同之外的收入，可以说是达到双赢。当然，对这种行为的支持不能没有底线那艺人卖艺，他不是真的乞讨，所以讨饭戏允许存在，是因为讨饭这个剧情设置。那整场大戏里出现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的环节，可以单独作为游离于戏外的这样一个设定等这情节过去了再回归正常演出，我认为是可以允许的。不过现在很多地区的民间演出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比如呢，在平时没有讨饭情节的演出进行中演员正在台上唱着戏，就有观众上台了，就给演员亏头上塞钱。你看这句文案写的，你都不知道他是夸呢还是骂的。我还见过更过分的，有个演员唱完山伯临终，居然有观众上台给梁山伯嘴里塞了个红包，这就有点太过了那对戏和对演员都是不尊重的。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也没见演员反抗哥们儿，赚钱难就难在这儿了，在吃饭面前谈艺术的都是废话。你不信哪天民营剧团有了国家基金、政府扶持，他们也得让金华舞台。当然了，咱们理解演员也得理解观众，人家是借此表达对演员的喜爱。那大宅门都看过吧，白玉婷给万小菊打赏，那不是假的。解放前梅兰芳演出就有人往台上扔金溜子，解放后虽然没了，但您肯定去过一些酒吧消费过吧？您往跳舞的裤腰里塞那小费也是这个性质，人家塞的都是100的，您恨不能拿钢镚投币吧，多在面所以对一些观众来说除了对演员的喜爱，还有一个鹤立鸡群的虚荣心在。那总不能钱花了名儿没留下吧，总得露个脸让观众瞧瞧是谁财大气粗所以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像这种没有讨饭情节做依托的打赏完全可以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去完成，无非是把演出结束的献花改成现金呗。那既不影响演出，同时还满足了大佬的虚荣心，完美。您觉得呢？